哈啊，来，二位慢用，需要点什么呀？您随时叫我啊。好好。二位啊，您需不需要点什么小点心之类的呀？我们店的小点心啊，可好吃了，自己做的。到时候再叫你吧。哎，好嘞。哎，先生，您的茶。您慢用。林大姐，这边坐。我接。坐吧。二位需要点什么呀？林大姐想喝点什么呀？啊，不用了，不用了。那一壶龙井好了。哎，好嘞。哦，对了，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啊？老蔡的事情，林大姐一定很难过，也很担心他吧？其实我也一样。我找你来，不过是想跟你要回老蔡从我爹那儿拿走的秘方而已。秘方？我从来不知道老蔡那儿有什么秘方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林大姐，这个秘方是我爹的，况且我爹生前对老蔡一直不薄，你就当是在替他赎罪。吴小姐，我知道我们家老蔡，他是偷了你们家吴老爷的钱，是他不对，他犯下了大罪，他对不起你们吴家，对不起吴老爷。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有什么秘方，所以就算是我真的想给你，我也没有啊。既然这样，我也不好再勉强你。只是我劝林大姐，就算你不为老蔡想，也应该为自己和孩子想一想。一直照顾接近你们的周少天，已经被判了死刑。你想过没有，你们以后该怎么办？我保证，只要你把秘方还给我们家，你和孩子的生计，以后就不用担心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也谢谢你为我们着想。可是秘方，我真的没有。怎么样？我见过林大姐，她已经回去了。不过今天早上真的有人跟踪。看来路马上钩了。可是明天少天哥就执行死刑了，我们该怎么办啊？一会儿就该我上场，下半场看我的表现。你的伤好点了吗？没什么大碍了，都看好了。那你自己要小心。嗯。小姐，小姐，小姐。Lighten up, take me on your magic river. Tell
stars align. Sign me up and tell me about the people that you know who are trying to feel alive. Life can get hard, so honey, if you need to cry, just come share my pillow and rain, rain, go away. 抢了先吧。只要你把秘方交给我，价钱随你开。江先生，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真的没有什么秘方啊。你再好好想想，秘方在你手上就是废纸一张，你又不能用它来染布，甚至连拿都不敢拿出来。只要你肯把秘方给我，我可以给你一大笔钱，足够让你和你儿子花上几辈子。嗯。哎呀，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任你说破天。我还是那句话，我真的没有什么秘方，这也不是钱的问题。我们家老蔡说了，给多少钱都不卖。哎呀，我的意思是说，老蔡说我们真的没有什么秘方。这样吧，蔡夫人，我刚才说的话，你再好好考虑一下。我明天再来找你，我会带着现金。陆小姐，哎呦，这么巧啊！这么巧啊！蔡夫人，我真的希望你可以认真考虑一下。告辞了，告辞。这位小姐，请问你是？啊，是蔡大嫂吧？我叫陆曼，也是开织染厂的。跟刚才那位先生呢，是为同一件事来的。我真的没有什么秘方，你们都别来找我了。哼。这是你们家老蔡的盘口吧？这个，你明白了吧？我来呢，也不想跟你废话，就是想让你用秘方换你们家老蔡。如果你同意，你们家老蔡会立马回到家里；如果你不同意，我保证你连他的尸体都看不到。好，我答应你，我什么都答应你，只要你不伤害我们家老蔡。好，现在你怎么让我相信秘方真的在你手里？这就是老蔡照着秘方染的布。真的在你们手里，害我浪费了那么多功夫在没用的人身上。把秘方给我，你把秘方给我，我就放老蔡回来。秘方我已经记在脑子里了，我要确保我们家老蔡平安，我才能把秘方交给你。哼，还学会谈条件了。好。晚上我就派人来接你，去见你家老蔡。哎，我们家老蔡现在怎么样了？
他很好，晚上不就见到了吗？来叔，哎，拿到秘方之后，一个活口都不要留，我就不去了。事成之后，把秘方拿过来给我，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明白了吗？小姐请放心，我一定办成。我带你去见你家老蔡去。走。林氏，老蔡你也见到了，秘方该交出来了吧？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秘方，那秘方是江家的东西，怎么会在我们手里？你们为了一张秘方，把我们家老蔡打成这个样子，你们真不是人！我跟你们拼了！你今天要是不把秘方交出来，我送你们两个都去禁阎王！秘方根本就不在我们手里，那不过是江鱼让好给我的一块布。这一切都是江鱼和警察定的计策，你们就等着警察来抓你们吧！把我们家老蔡打成这样，你们一定会遭报应的！警察，快动，快动！怎么样，医生？人醒了吗？病人伤得太重了，身上多处骨折，有无数的伤口，还被剁掉了3根手指，失血过多，又被灌了毒药。虽然我们已经尽了力给他输了血、洗了胃、处理了伤口，但是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就只能看天意了。这么重的伤，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啊！好的，医生，辛苦了，谢谢啊，没事儿，应该的。
你先休息一下吧。老蔡他还没醒，他再不醒过来，一切都晚了。少天哥怎么办？我们没有时间了。能做的我们都已经尽力了，现在只能靠老蔡自己了。开饭了。周少天，这是你最后一顿饭了。陈所长特意关照，让我给你准备一些好的饭菜，你吃了之后好好上路吧，不要有什么牵挂。如果有什么想说的，我帮你转达。毕竟你和陈所长相识一场，有什么事情他会帮你去办。老蔡，你醒一醒！你怎么能这样不闻不问呢？少天哥已经没有时间了。彩虹，我求求你，老蔡，你醒一醒！你冷静一点，你不能不管啊！彩虹，我求你了，老蔡，我求你。彩虹，你别这样。教你怎么办？我不能看着少天哥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你帮我想个办法。老蔡醒不过来，少天哥就真的没命了。我求求你，我真的不想让他死。老蔡，你听到我说话了没有？我求求你救救少天哥！老蔡，你醒醒，老蔡，你醒一醒啊！不行，我一定要去救少天哥。喂，你好，李厅长，是我江瑜。是这样的，老蔡还在昏迷当中，你能不能暂缓周少天的死刑？我说江老弟呀，你就不要让我为难了，这怎么可能呢？这么多记者跟老百姓都在看着，如果没有任何证据，就暂缓周少天的死刑，法律的权威何在？我们警察所又怎么面对湖州的老百姓呢？不是，老蔡在这个案件里面是最重要的证人，他的证词非常重要。我们如果这样就把周少天处死的话，未免太草率了吧？江老弟，周少天的案子已经结了，他本人对此案没有任何异议，你这是何必呢？我们真的不能平白无故的翻案。就因为我们做事那么草率，才会有那么多的冤情。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个世界需要的就是公平。好了，江老弟，我不是不帮你，但我真的是无能为力。你不用为我难过。自打我出生起，就一直被贫困所困扰。小的时候，亲眼目睹至亲杀死至亲；长大了，为了报仇，忍辱负重。我的生命里是没有阳光的，直到我遇见你，你是我黑暗的人生中唯一的一道彩虹。我拥有过你，够了。对不起，我替我爹跟你道歉。你不用道歉，你根本就没有错。彩虹，只要你愿意相信我，
即使我死了，也没有遗憾。你不会死的。你知不知道，世上还有2个字，叫奇迹。江瑜，他已经去找别的证据了，也许老蔡就会醒过来呢。不用了，别再让他们费心了。既然我做了错事，也就不再期待奇迹的发生。周少天，时间差不多了，该上路了。彩虹，你愿意过来送我一程，还能让我多看你一眼，我已经别无所求了。此时此刻，我能看到你，我很幸福。周小天，我们湖州怎么出了你这样的败将？孟连对你有恩，你竟然为了谋财杀他，你简直就是白眼狼！喂，吴小姐，她出去了，没说什么时候回来。老蔡，你的夫人已经为了救你而死了，我们不能让那些坏人逍遥法外。赶紧醒过来吧。少天，娘来送你一程。等娘送走了你，马上就来找你和你弟，我们一家人在阴间团聚，再也不分开。少天，你不要害怕，有娘陪着你。不好意思，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准备。等一下，站住！枪下留人。李厅长有令，周少天的死刑要暂缓执行。等等。你说周少天的死刑要暂缓执行，那么李厅长的手令呢？李厅长让我口头传达。对不起，没有李厅长的手令，我们无法执行。况且你又是谁？再说了，就算有紧急情况，李厅长需要传口令的话，也不会派你来，他会派他手下的警察来。你是不是在假传口令，干扰执法？人命关天！你说我假传命令，如果我说的是真的呢？杀掉的人就再也回不来了。我不能让你们这样草菅人命。
敢说警察是草菅人命，真是胆大妄为！你这是干扰警察执法，你知道吗？是。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来人，把他给我拉开，别耽误行刑。是。哎，小姐，人命关天，我说的都是真的。后退！我说的是真的。等一下，周少天是吴家大小姐的未婚夫。等等！怎么了？为了男人连爹都……等等！最重要的证人有话要说。等等，你有什么话要说？我可以作证，周少天不是杀死吴宏达的人。你放心，李厅长的命令很快就会到的。老蔡，你能说话吗？我知道你伤得很重，可是你的证词对我们很重要。我希望你想清楚了之后再回答我的问题。只要是我知道的，都会告诉你们。吴宏达出事的那天，周少天说是正午12点，你跟他在一起，这是真的吗？没错。那天老板找我问话，我就感觉到要出事儿，我就去找周少天，想拉着他一起逃走。可是没想到他不想走，因为这个事儿，我还跟他吵了起来。到了中午12点的时候，就看见大街上有很多人往玲珑厂的方向跑，嘴里还嚷嚷着“死人了，死人了”。按照你的证词，周少天有不在场的证据。是。不过，我老爷出事那天，除了我、周少天、江先生，应该还见过另外一个人。什么人？那个人是谁？我不知道，只是那天我老爷接电话的口气是相当的客气，还说等着对方大驾光临。我就觉得电话那头的人肯定是个大人物。大人物能让吴宏达客气到低三下四，会是谁呢？老蔡，你还记得绑架你的人是谁吗？没看清。那个人他一直蒙着脸，他还威胁我，说让我交出致染秘方。我只知道那个人是个年轻女人。年轻的女人？陈所长，我觉得我们应该找周少天聊聊。坐。你先出去。是。周少天，案发当天，老蔡说，吴宏达正在跟人打电话，说要见一个重要的客人。没错，那天吴宏达的确告诉我，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客人要见。正午12点的时候，你们3个都有不在场的证据。那么吴宏达见到的第4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杀他的凶手。现在分析来看，当时玲珑的资金出现了问题，而江瑜又急着收购玲珑，所以吴宏达要见的人，很有可能是能借给他钱的人。我记得陆曼之前拜访过吴宏达，谈的就是合作的事情。根据老蔡的证词，绑架他的人是冲着致染秘方去的，而且是个年轻女人。所以我觉得吴宏达最后见的人十有8九就是陆曼，而且他觊觎秘方很久了。我们可以试着把这些证据拼凑起来，做一个大胆的假设：陆曼去找吴宏达拿秘方，可是吴宏达意外地把秘方给了江瑜。陆曼拿不到秘方，一怒之下就杀害了吴宏达。他有足够的杀人动机，因为他想得到秘方。他是卢督军的外室，我爹可能跟卢督军借钱，所以才会低三下四地跟陆曼说话。
陆曼就是杀我爹的人。彩虹，推断不等于事实。我们警察做事情是要讲证据的，更何况陆曼是卢渡军的人，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我们一定要小心，不然的话就会前功尽弃。彩虹，老蔡的证词已经证明了周少天没有杀人，不过他偷用公款做假账，这些罪名是成立的。我们现在会把荣达拍卖掉，拍卖回来的钱财还有吴家大宅都会尽快还给你们，弥补一下你们的损失。所长，不对啊！你看这吴家大宅的户主写的是吴彩虹吴小姐的名字，而不是周少天的。还有，荣达的厂房和所有的固定资产，登记的也是吴小姐的名字。这么说，被周少天偷去的所有资产还在吴小姐名下，你确定吗？所长，这白纸黑字再清楚不过了。根据这些文件，除了账面上的现金，荣达和吴家大宅都已经是吴小姐的了，不需要我们再费事处理了。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是。看来你爹没有完全看错周少天，最起码他对你是一片真心的。那按照目前的情况，会给少天哥定什么罪啊？具体还是在法院来判。不过我估计他要在监狱里度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了。陈所长，你帮帮忙，我不想让少天哥坐牢。彩虹啊，你不可以意气用事。周少天他犯了罪，就要付出代价。再说了，你爹的死跟他也有一定的关系，你不是一直也很想替你爹报仇吗？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当时不是为了报仇，少天哥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他现在已经把当时拿的那笔钱都还给我了，况且他拿玲珑的钱，不过是想给我爹一点教训，想让我爹也尝尝没钱的滋味，并不是真的想害我爹。而且，少天哥在我爹去世的时候，全心全力地帮助我们家。我不想把这样的恩人送进监狱。陈所长，你就帮帮我吧。彩虹，我做警察已经有10几年了，抓过的坏人很多，每个我抓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有一句话，我一直提醒自己：可怜之人自有可恨之处。法律就是要保障这个社会，惩罚那些犯了罪的人。我是一个警察，我不可以教你怎么去保护一个犯了罪的人。对不起。陈所长，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帮帮少天哥吗？求求你了，你就帮帮他吧。陈所长，我只能告诉你，如果这个案件没有原告的话，就没有被告。我明白了，我会撤销对少天哥的控告。多谢你了，陈所长。等一下，我希望你爹跟周少天都能理解你的良苦用心。他们一定会的。我刚刚跟陈所长聊过了，我不希望少天哥坐牢，所以决定和他庭外和解。你都不问我为什么呀？如果你不这么做，就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吴彩虹了。他今天犯下的错误都是我爹造成的，所以我并不怪他，而且我希望尽一切努力去帮助他。谢谢你啊，江玉。谢我干嘛？周少天欠的是你们家的钱，又不是欠了我的。那，你能给我个机会，补偿我爹犯的错吗？现在是什么年代了，还流行父债女偿？
我已经拿回了玲珑和秘方，你们不欠我什么了。周少天，少天哥，你还好吗？彩虹，我对你们家做了那么多的错事，你还千方百计的想要救我，你太傻了。周少天，你偷玲珑的钱早已证据确凿，原本应该送到法庭审判的。不过现在彩虹希望跟你庭外和解，撤销对你的控诉。彩虹，你没必要这么做。我不想看到你坐牢。彩虹，我是一个罪有应得的人，你不用再替我求情了。我有污点，即使以后出去也没有办法在外面生活，不如就让我在铁窗里度过余生，反倒是一种解脱。你别这么说，这一切都是我爹的错。如果不是因为他，你爹也不会死。彩虹，你们双方签了这份和解书，周少天就自由了。就让我在这里接受审判。少天哥，我求你了，你别这样自暴自弃。只要你出去，一切就会重新开始。真的可以重新开始吗？就像当初你帮助我一样，我也会竭尽所能的帮你。现在杀我爹的凶手还没有落网，我还需要你帮我呢。周少天，彩虹是一番好意，我建议你还是接受吧。你出去之后，可以好好报答彩虹，报答吴家，总比你待在这里有意义的多。伯母，少天哥，彩虹，你来了。哎，伯母，吴小姐，这是干什么呀？起来！吴小姐，谢谢你，谢谢你。我和少天是应该登门去道谢的，谢谢你对他的救命之恩，谢谢你不计前嫌跟他和解，给了他自由。你对我们家的大恩大德，我这一辈子也报答不了啊。伯母，你先起来，起来再说。少天哥在我们家出事的时候，帮了我们很多忙，所以现在这些是我应该做的。彩虹，你放心，我会尽快想办法找出杀害你爹的凶手。这件事情我会继续调查。不过今天来是想跟少天哥商量另外一件事情。你说。我决定把荣达交给少天哥来经营。哎呀，吴小姐，这可使不得呀！你能够原谅少天，已经给了我们家天大的恩惠了。至于荣达，我们万万不敢接受啊！彩虹，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你这么做，只会让我觉得你在可怜我。少天哥，这是我深思熟虑之后才做的决定。荣达是玲珑的盈利开办的，也是玲珑的一部分，也是我爹的基业。你也知道，我跟彩云根本就不善于经营，与其在我们手里让它破产，不
不如把它交给一个善于经营的人来管理。我相信荣达在少天哥手上会越办越好。湖州城这么大，会做织染生意的不止我周少天一个。可我们吴家信任的人只有少天哥。少天哥爹的死也是我爹间接造成的。我希望这是我给周家的补偿。那些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我们早已经了清了。况且，我也做了对不起你们吴家的事情。正是因为你做了对不起我们家的事情，毁了玲珑，所以你更应该把荣达经营好，把我爹的基业经营好，给我爹一个交代。你真的希望我接手荣达吗？是。好，我答应你。这是授权书，少天哥依旧是荣达的总经理。还有这条手链，还给少天哥。从此，我们互不相欠了。彩虹，这就是你给我的答案吗？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我们可以一切重新开始。对不起。你不需要说对不起。真的不需要，这是命运，我只恨命运。如果我没有跟你家的这些恩怨，我们不会是现在这个结局。少天哥，在错的时间遇上了错的对方。所以，注定了没有结局。而幸福，只会建立在对的时间和对的人身上。是江鱼吗？少天哥，你一定会遇到比我更好的女孩。不管你是否在意，不管你是否回应，甚至不管
你是否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会永远的守护着你。督军，你怎么过来了？是不是过来接我的？哎呀，谁惹督军不开心了？这么大胆！警察厅的李厅长刚刚给我打过电话，说陈所长想找你聊聊。想必你应该见过陈所长了。哎，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就这点小事，督军你都不开心了？是吗？人命关天都是小事儿啊，还有什么事比这大呢？哎呀，督军，人家是被冤枉的。我养花是为了养眼，我养狗是为了解闷儿，我养你呢，给你好吃好喝，是为了让我开心，不是让你给我添麻烦。督军，我是被冤枉的，我什么都没做。你不用这么急着跟我解释，我堂堂一方督军，即使我养的一条狗，我也不会让它随便受欺负。何况你比狗强，起码会说人话。但给我记住一点，如果给我惹麻烦，让我不开心，我也会弄死他。我知道，我一定不给督军惹麻烦，我一定不给督军惹麻烦。不管你真做了，还是真没做，下不为例。我知道，我以后只逗督军开心，绝对不给督军惹麻烦。别难过，我已经跟警察厅的李厅长打过招呼了，以后没有真凭实据，他们绝不敢来骚扰你。我就知道，督军还是心疼我的。你怎么能说人家只比狗会的多一点呢？人家会的可比狗会多多了，你是知道的。我真的知道吗？督军。督军啊！这是我按一个中药偏方给你配的药，能加快伤口的愈合，你可以用用看。我又不是个大姑娘，要那么白净做什么？好吧，谢谢了。这么巧啊？真巧。我们是来看看吴宏达的案子有没有新的进展。我对陆曼还是有些了解，所以想看看能不能给警察所的人提供一些线索。走吧。我刚刚找过陆曼，他承认案发当天，他找过吴宏达，也承认对秘方有兴趣。除了这些之外，
就没有别的线索了。陆曼这个人心如蛇蝎，况且对秘方又这么痴迷，杀吴老板的事情十有八九是他做的。但是要找出陆曼的破绽，还有他的犯罪证据，恐怕不是那么简单。那该怎么办？难道就这样坐以待毙？我们警察做事情是要讲证据的，没有证据的话，我也没办法。不如这样，先从他身边的人下手。我跟他的几个手下还都比较熟，看能不能摸出点什么线索来。我送你吧。我走路回去。牢里待了那么久，刚好可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活动活动筋骨。少天哥，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彩虹，没有你的路，我要逐渐习惯一个人继续走下去。少天哥，长顺，我有事要找你，希望你能帮我。少天哥，千万别这么说。以前我在荣达，都会有你照顾。最近你的事情，我也听说了一些。你放心，我长顺是讲义气的人。我知道，如果不是这样，我也不会来找你。你在陆小姐身边多年了，我想请你帮我暗中查一个事情。少天哥，你吩咐吧。当时要不是因为你的话，可能我这条命已经丢在湖面上了。还有我娘的病，多亏你给钱，才得以好转。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好好报答你。我想让你帮我查查吴宏达出事那天，陆小姐的行踪。这……少天哥，这不是钱的问题。我知道这不是钱的问题，这些钱能帮你打通必要的关节。这件事对我很重要，算是帮哥一个忙，好吗？少天哥，我尽力而为，你回去等我消息吧。成与不成，我尽快通知你。谢谢你，长顺。事成之后，哥再谢你。哥，你要去哪儿啊？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出门要向你汇报了？你每天这样早出晚归的，你知道娘有多久没见着你了吗？我的伤还没好，我不想让娘看到我现在这副样子，她又该担心我了。是啊，可是如果娘知道你是因为了吴宏达的女儿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她恐怕就不是担心这么简单了。哥，纸包不住火，娘不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吴彩虹的身份的。你待在家里，好好照顾娘，其他事情不用你操心。驾！驾！江云，怎么样了？
李厅长说，最好有真凭实据，才能以洗清嫌疑的借口把陆曼请到警察局，要不然很难向卢督军交代。没关系，一定会有办法的。事情调查了那么久，其实你早就洗清嫌疑了，你还能这样帮我，谢谢你。对了，你一会儿要去玲珑吗？哦，不了，我一会儿去医院复诊。那我可以陪你一起去啊。我又不是3岁的孩子，去个医院干嘛还要人陪啊？我都可以让你陪着我查案，你就不能让我陪着你去换药？就算当我对你的报答也好啊。那走吧。哥，我是不是可以搬回家住了？再等等吧，等我们把陆曼抓住之后，你再搬回去。哦，我去打听了一下，他们找了我几天之后就放弃了。我想他们应该不会找我麻烦了吧？陆曼没有去找你的麻烦，是因为不想因为你暴露她的身份。这个女人阴险狠毒，保不齐哪天来个突然袭击，还是小心点好。被人喊打喊杀也不是第1天了。放心，我会小心的。哥，你看看你，多憔悴啊！也不好好休息，别太拼了。哥，你是不是又在想彩虹小姐了？为了彩虹，我一定要好好经营荣达，替彩虹查出杀害他父亲的凶手。哎，哥，给你买账。哎，好好好，哎，怎么样？好酒啊！哎，你小子哪来这么好的酒啊？哎，哥，您是陆小姐身边的大红人，这小弟我孝敬你，总得拿些拿得出手的东西吧？啊？无功不受禄，说吧，有什么事儿，裘哥给你帮忙啊？哎，乔哥说的，小弟我呀，就是想跟您套套近乎。哎，现在陆小姐出门办什么重要的事儿啊，可都只带着您跟来说。哼，那可不是嘛！现在连督军府的人看见我都敬我3分。这湖州城里大大小小的织染厂，什么玲珑啊、华美啊，我可都熟的跟自家后院似的。是是是。好。哎，那是不是有一次，陆小姐去玲珑见过吴宏达之后，那老家伙就莫名其妙的死了？你怎么知道这事儿啊？没啥事儿，这不上次跟来叔吃饭的时候，他无意中提起过吗？瞎说的。这酒是好酒啊，说话可不能乱说，乱说了会死人的。你看看你，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一点都不甘心。菲菲呀，怎么最近没见到你哥呀？哦，哥他工作太忙了，我看他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的，可能他没时间过来吧。不过再忙也应该抽时间来看看娘啊。您放心，我一定去替您好好教训他。哎呀，娘有你这个知心小棉袄就足够了，让你哥去干他们男人应该干的事儿吧。不过你得要提醒你哥，再忙也得注意身体啊。我知道了。医生说了，伤口千万不能沾水，快好的时候呢，伤口是会格外的痒，但千万别用手抓啊。
好了，我知道了。鱼儿，娘，鱼儿，彩虹，夫人，你们怎么会在这儿？是这样，我之前受了点小伤，刚回来复诊，但是现在已经好了，已经没事了。怎么你受伤了？这个恐怕要问问您心心念念的彩虹了。对不起，江夫人，江少爷是因为我受的伤。等改天，我亲自给您道歉去。彩虹啊，自从你走了之后，我一直都在想你。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看我呀？你想跟我说什么？娘，你是想从你的姓氏开始说吗？菲菲，瞎说什么呀？娘，别这么站着了，我先送您回家吧。来，你过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讲。刚才你想跟我娘说什么？我想为我爹做过的事情，正式向江夫人道歉。你就省省吧。知道我哥刚才为什么不让你开口吗？我娘她是个病人，她的病是你爹造成的，你的出现只会刺激到她。如果我娘再发病，到时候第一个不放过你的人，就是我哥。是我爹犯的错，所以我想为江夫人，为你们江家做点什么。如果你真的觉得愧疚，想为我娘做点什么的话，就麻烦你离她远一点。我们江家刚安宁没几天，麻烦你不要再来添乱了，好吗？我不是想给你们添乱，我只是想……你的想法我很清楚，但是这笔债，你永远都还不清。你再纠缠下去，只会让事情越来越糟。我娘她受不了任何的刺激，她连听到吴宏达的名字都会犯病，她怎么可能接受你？她宁可我哥终身不娶，断子绝孙，也绝不会接受吴宏达的女儿。喂，少天哥，你拜托我的事儿，我已经查清楚了，一会儿咱们老地方见啊。好的。你刚刚在医院跟彩虹说什么了？除了我们两家的仇恨，你觉得我还能跟他说什么？菲菲啊，彩虹和他爹不一样，我们不应该把上一代的仇恨一直延续下去。哥这话说的没错，但是你敢去跟娘这样说吗？你觉得娘会接受他吗？
姐姐，大晚上的你在找什么呀？找麦生气，我要回江家。你好不容易才从江家出来，干嘛又要往火坑里跳啊？很多事情你不明白。我是不明白，爹已经去世了，玲珑也还给了江鱼，我们还欠江家什么呀？我们欠他们一个健健康康的江夫人，还有一个敢直面自己内心的江少爷。我要回江家，把一切告诉江夫人，求得她的原谅，否则我这一辈子都没法心安。你这样做，真的只是为了赎罪吗？是赎罪，也是为了我自己。你别跟我说，这是长顺的尸体。是我害了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别着急，慢慢告诉我。长顺是陆曼的手下，就在前几天，我还找过他，想让他帮我查明吴宏达出事那天陆曼的行踪。没想到，又是一条人命，一定是陆曼做的。我看这样吧，我先去打电话给江鱼，然后找人去接彩虹。我们几个人开个会，看看下一步该怎么办。我去接彩虹。好，路上小心，陆曼随时可能会行动。喂，喂，是江先生吗？我是。我是陈世杰。是这样的，今天早上我们发现一具尸体，应该是陆曼的手下长顺。这起凶杀案应该跟我们最近对陆曼的一系列调查有关，希望你能来警察所一趟，我们研究一下下一步的行动。好，没问题。我会把吴彩虹一起带过来。啊，不用了，周少天已经去接他了。还有，自己小心一点，提防陆曼派人报复。放心，我们会的。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是江府的丫鬟，自然会回来。难道要看下契约吗？你不是一心想要离开的吗？既然都已经走了，干嘛还要回来？你知道我回来的原因。你真的没必要这样做。有些事发生了就是发生了，我们能做的就是记住应该要记住的。你要接受一切不可改变的事实。在接受不能改变的事实之前，我一定要努力一把。我要请求江夫人的宽恕。她一天不原谅我，那我就一天不会走。那万一我娘真的永远都不原谅你呢？没有努力过，怎么知道结果？
好，如果你要留下，我随便你。不过你要知道，我们江家恐怕没有人会欢迎你的。我知道，不过总会有人在背后帮我。少天哥，彩云，你姐呢？姐姐一大早就出门了，去哪儿了？去找江鱼了。啊，少天哥，有什么事吗？我帮你带话。不必了，谢谢。周学长，你来的正好。长顺的验尸报告已经出来了，他的脖子上有刀伤，而且还有指甲抓过的痕迹，所以我们估计河边不是凶案现场，而是抛尸的地点。是我害了他。案发当天，长顺曾经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查到了吴老板出事那天陆曼的线索。那既然长顺约了少天哥，那就说明他掌握了陆曼杀我爹的确凿证据，所以陆曼才会动手。可惜差了一步。陆曼这个女人已经进入了疯狂状态，我看用不了多久，我一定可以找到证据，将她绳之以法。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要把秘方收好，毕竟陆曼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秘方，所以你们3个人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警察所也会派人保护你们的。彩虹，陈所长的话，你千万要记在心上。我了解陆曼，他心狠手辣，绝不会善罢甘休。这几天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放心吧，彩虹这段时间会住在我家。为什么？因为我的卖身契还没有到期，所以。江宇，你忘了吗？那份卖身契，方菲菲已经当着你的面还给彩虹了，你为什么要反悔？是我自己要住回江家的。你忘了他们江家是怎么对你的吗？就是因为他们这么对我，所以我要向江夫人道歉，请她原谅我。这你放心吧，彩虹住在我们家，对她来说是最安全的。少天哥，你不用为我担心，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既然你已经想清楚了，那就好。如果在江家住的不舒服，就回来。少爷，给彩虹小姐准备一间干净的客房。是啊，不用了，我住原来的佣人房就可以了。不用理她，先把彩虹小姐的东西拿到客房去。好的，是。哥，你怎么又把她带回来了？昨天我跟你说的话，你都没有听明白是吗？我思来想去，我觉得还是得回来，求得你们的原谅。你到底想怎么样啊？你们吴家已经把我娘害成这个样子了，你还要来这里刺激她？菲菲，别拦着我，我就是想不明白了，你一个姑娘家怎么脸皮这么厚啊？打不走骂不跑的，非要赖在我们家。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可不管你怎么骂我，我都不会在乎的。我想让你知道，江夫人这么多年一直病着，就是因为走不出当年的阴影。如果我真的可以求得她的原谅，让她放下当年的一切，说不定对她恢复病情有很大的帮助。不可能，我是绝不会允许你这么做的。我照顾了我娘10几年，我太了解她的病情，她不能受到任何的刺激，我绝对不能让你伤害到她。我会慢慢跟她讲，我可以等她1个月、1年，甚至一辈子，
直到他原谅我为止。你别做梦了，只要有我在，我绝对不允许你接近我娘，刺激到她。呀，彩虹！哎呀，彩虹，是你呀！你怎么想起来看我来了？夫人，我打算从今天开始重新回江府来伺候您。真的吗？哎呀，我听鱼儿说，你找了个男朋友，回家嫁人去了，发生什么事了？我们已经分开了。哎呦，好孩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把这里当成你自己的家，安心住下吧。谢谢江夫人。哎，我只知道你叫彩虹，还不知道你的姓氏呢。我姓吴，吴彩虹。夫人，如果你愿意，我会把自己的故事慢慢讲给你听，让你了解真正的我。好啊，看得出来你一定受了不少苦，把你的故事慢慢讲给我听。有犯难的事儿啊，告诉我，我会帮你。鱼儿她也会帮你的啊。哥，你怎么又让吴彩虹进入咱们家了？之前你答应我的，你都忘了吗？今天上午在调溪河发现了一具尸体，警察所怀疑是陆曼杀人灭口。陈所长希望所有跟吴宏达案件有关联的人都要加倍小心。我让吴彩虹搬进来跟我们一起住，完全是为了她的安全考虑。咱们为什么要为她的安全考虑啊？怎么说，她也是咱们的仇人啊。即使她只是一个普通的陌生人，我们也不用把她接进家里，24小时保护她的安危吧。我们跟吴家之间的恩怨早就一笔勾销了。不管怎么说，也改变不了吴彩虹的父亲杀了咱们爹的事实。这深仇大恨你可以忘记，但是我和娘永远也忘不了。我看你还是尽快让吴彩虹离开江家吧。既然陆曼那么疯狂，你就更不应该让他住进咱们家来。你也应该为你自己和江家人的安全考虑吧。我敢保证，至少在江家，陆曼还不敢杀人。所以安全的问题，你可以放心。至于吴宏达的案子，我已经介入得很深了。如果这个时候要收手，恐怕陆曼也不会放过。只有把他绳之以法，我们才能真正得到安宁。那你的意思是，在陆曼被抓之前，吴彩虹都要一直住在咱们家了？我看，即使是陆曼被抓了，吴彩虹也不会离开咱们家的。你所做的这一切，只不过是想把他留在你身边的借口吧？我说的对吗？孩子，苦恼悲伤的时候，只要你把你的脸迎向阳光，那你的面前就永远不会有阴影。谢谢您，夫人。你现在愿不愿意把你的故事讲给我听啊？你真的愿意听我的故事？我准备好了。
原本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虽然娘亲死得早，但还好有一个十分疼我的爹，能让我在我爹的保护还有疼爱下，暂时忘却我失去娘亲的痛苦。可好景不长，在我19岁那年，戛然而止了。我爹被人杀了，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家里的生意也破产了。我还有姨娘、妹妹被债主从家里赶了出来，一夜之间变得无家可归。难怪你年纪轻轻的，在你的脸上却看出了与年龄不相符的悲哀。这不仅是你家发生的变故，还有你对你最爱的人那么深深的失望。彩虹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我当成你的亲娘，把江鱼当成你的亲哥哥。其实在我心里，你和菲菲是一样的。我们不一样，我不值得您对我这么好。我其实，我爹去世以后，我才知道，他生前做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在我眼里，他一直受人尊敬，睿智能干。可是后来，他竟为一时的贪念，伤害过很多人，做过很多令人不齿的事情。我实在是不能把我那个慈眉善目的爹和那个心狠手辣的爹联系在一起。我也不想相信他们是同一个人。现在我才知道，你的悲伤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了。不仅如此，我觉得非常对不起当年的受害者。这些日子，我也一直活在痛苦还有自责当中。我说孩子，这都是你爹的错，不是你的错呀。我是想自私的原谅他，可是一想到他当年做过的事情，我真的不能忘记，也不想原谅他。那是因为你太爱你爹，很难接受他身上有污点，对待受害人，你的愧疚会越来越重。可是彩虹啊，所有的错，你爹都已经犯了，你就是悲伤，也改变不了什么。但是你要记住，说起你爹，他只是你的父辈，他只要扮演好一个父亲的角色，你就没有任何理由去怨恨他。站在儿女的立场，你只要想着他对你的好，千万不要再怨恨他了。孩子，我们要学会放下。真的能放下吗？放下这2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别看我对你一大堆的道理讲，过去的10多年，我真的都很难放下。哎呀，难呐。吴彩虹，刚才你跟我娘讲的话，我都听到了。这件事情，我还没有跟夫人说。不过，我相信江夫人，她是个善良又宽容的好人，她一定会原谅我的。别做梦了，我来就是要告诉你，千万别以为我娘真的会原谅你。我娘的确是个宽容善良的人，但是她的宽容善良，对害她家破人亡的仇人来说，一点用都没有。她之所以那么说，
是因为他同情你，可怜你。更重要的是，他还不知道被你爹迫害的人家正是我们江家。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用真心求得夫人的原谅的。你是真心还是私心？你想得到我娘的原谅，是因为她是阻止你跟我哥在一起的绊脚石吧？你之所以想让他接受你，是因为你想跟我哥在一起。我说的对吗？你误会我了。这一切仇恨都源自于我爹，所以我要用真心诚意把仇恨终结。不管是不是误会，我都要告诉你，我娘跟我们江家绝不会接受一个有血海深仇的仇人之女。不管你相不相信，接不接受，我的忏悔都是真心的。